这日本是在研发反人类的秘密武器吗？最近日本这个诡异事件频发呀，除了不断的小型地震以外，单上千吨的沙丁鱼就集体死亡了，真让人不寒而栗啊。那么日本到底想干嘛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日本到底在搞些什么，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谢谢。第一章，事件的起因。刚刚刷到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呢，真是让我触目惊心。日本的沙丁鱼成千吨的死亡，夸张到日本那个渔民那个渔船都寸步难行了。海滩和海水的表面都呈现出了沙丁鱼的银白色，并且这不是日本第一次出现这个现象了，这是北海道发生大量死亡鱼事件之后的第二次。就连当地干了多少年那个日本渔民都说了，这是8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沙丁鱼集体死亡的现象啊！这是不是日本核废水排放导致这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问题呢？那么日本专家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再说一下第二部分，日本这个核废水到底对鱼有没有影响？针对这次大规模的死鱼事件吧，有关日本这个排放核污水是否造成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尽管呢，有这个日本专家提出了与水温和缺氧有关系的各种解释吧，但是按照刚刚那个日本渔民所说的，80多年了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为何偏偏日本核废水排放的这一年才出现这个沙丁鱼集体死亡的现象呢？不过人家日本专家还有另一套说辞呢，就是说这个沙丁鱼集体自杀死亡和这个水温还有氧气有很大的关系的。今年冬天冷，的确，这我们大家都承认我现在穿毛衣呢。这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日本专家了，你说这个天气冷，人家这个海洋它也不会结冰吧？不结冰哪来的缺氧的一说呢？所以说，在我看来，这日本专家所说的根本就站不住脚后跟的。即使那么日本政府宣称核废水经过稀释后比饮用水更安全，那你们就直接喝吧，为啥排海呢？科学杂志这个研究也指出了，海中的核污染水仍然高出自然状态这个海水污染的上千倍。这一舆论的一出呢，这也引发了对日本核废水排放到海洋里潜在的危险影响力都是非常担忧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那么我们说一下第三部分，秘密武器。自从日本进行这个核废水排海以来吧，除了沙丁鱼集体死亡的现象发生，并且在日本呢还频繁发生了小型地震。就在2023年的8月25日至10月6日期间，共发生了9次4.6级地震，其中有2天爆发了4次地震。虽然说这个日本岛地震没啥事就震一把，但是每年也没见着这么勤吧，跟咱差点这么地震一回，谁受了有消息就说了，这日本可能就在进行秘密这个武器实验呢。要知道这核废水排放得罪全人类的事等咱们都反抗日本情况下，那日本能不害怕吗？是不是？所以说似乎感觉大概有那么点道理，对不对？并且这个武器叫啥名都流传出来了，叫做3相弹。说这玩意儿吧，威力撑大了呢比这个氢弹还大呢。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目前日本呢已经掌握了全世界90%的氢能源电动汽车的技术。那么是不是在水底下搞一些某种爆破炸弹啥操作呢？咱们就不得而知了。要说这个3相弹那个爆炸还挺是个新名词的，它是属于啥呢？一种是相套式的这么一个过程。什么先裂变再聚变然后再裂变，所以说叫做3相弹，那威力老强悍了。那么日本海域大量出现鱼这个死亡沙丁鱼并且频发出现这个地震，真的让人担忧但是说了半天也没有任何证据就指证人家日本这个研发核武器的，都是猜测吧，是不是那么日本到底干嘛呢？但不管干啥毕竟地球是有这么一个，爱护环境保护地球吧。那么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希望评论区讨论留言。视频文案整理于网络，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好，峰哥8点半分享到结束，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见，拜拜。